台湾就太依赖天然气，我们有50%要依赖天然气，是等于50%依赖在一个我的能源完全要靠别的国家，而且都是要海域储存时间非常短的一个能源，你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最近又发生了荷姆斯海峡的事件，那个危机就迫在眼前了。日本有一个火力发电这个核能电厂，最近有一部机组刚刚发电，叫做博奇一宇。因为这个中东危机，因为这些能源的问题，高市早苗首相啊，还有当地的政府就让它毅然重启发电。核四就是跟这个电厂里面的这些机组一模一样。比如说，如果核一、核二、核三哈，假设核一还 OK 的话哈，核一、核二、核三继续发电哦，加上核四，我们每年可以发600亿度的电。我一度省1块，我就省600亿；一度2块，我就一度省2块，我就省1200亿。所以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钱，每年哦。1年600亿，对，每年一年超过1000亿、2000亿以上，所以25年1年2000亿就是5兆。未来的世界很清楚，那就是 AI 的世界。未来要评估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已经不是单纯说看你这个国家制造力有多么样的强，而是说你的 AI 能够使用的程度有多么样的高。特别在所有的战争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你有飞机、大炮、飞弹，已经不足以来支撑一个强盛的国家。谁有 AI 最快的计算能力，谁有办法做最快的战场管理，谁能够最快的打到了对方，才能够决定这场战争的一个胜负。而台湾非常妙的是，我们拥有所有 AI 的优势，我们又可以做最好的晶片，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机柜，我们可以做最好的封装，甚至连冷却系统都是台湾做的。在整个 AI 的硬体里面，台湾独占鳌头。但是一个关键在哪里？在 AI 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最基础的能力，这个基础的能力就是电力，也就是当你的计算到了尽头，拼的就是你的电力。我们台湾刚刚讲的，我们有很好的晶片，我们有好的封装，我们有最好的工厂。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电力摇摇摆摆。我们现在每次到了我们看到的整个夏天的时候，用电需求高的时刻里面，你就看到不断的出现莫名其妙的停电。我们就看到要求这些用电大户你要停电，然后我宁可帮你买电。我们就看到我们看莫名其妙的降压降到很多人的电器开始的不稳定。如果说我们有最好的 AI 制造能力，可是在 AI 的关键基础里面的电力，台湾是摇摇晃晃、摇摇摆摆。这样的台湾有办法去面对未来的 AI 世界吗？好，在这一段里面特别邀请了桃园市的副市长王明俊，因为他过去对于我们的核四、对于我们的核能、对于我们的天然气、对于台湾我们的能源韧性有非常强的这个所谓的研究。过去我们也曾经邀请过他讨论过很多遍，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特别在波湾战争、波湾这一次事件里面，更可以看出来我们天然气的脆弱性，来了解经过这次之后，我们台湾的能源安全、台湾的能源韧性、台湾的能源条件能够面对未来的 AI 世界吗？副市长你好。是，你好，宝杰兄，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好，那刚刚已经提到，我们这张图呢，这个是黄仁勋他所提出来的，你的 AI 是有5层架构的，是5层架构里面，其实在第4层架构晶片这个架构里面，台湾是非常强的，是最好的晶片都在台湾。那我们其实我们在应用 AI， 当然这个我们台湾需要努力，可是最基本的是最底下的能源，也就是说你没有能源，一切就免谈。当我们开始要用 AI 一启动的时候，那就是电力大量要使用的时候。现在你一直在强调，光是我们平常要用电，我们就已经摇摇晃晃10个锅子5个盖了。未来要面对 AI 的世界里面，那用电量要大幅的增加，特别是台积电未来的2奈米厂，甚至这个1奈米的厂都要在台湾设的时候，那台湾的电会够吗？是这个，我想大家知道哈，最近这3年这个 AI 这个议题非常非常热哈，在股市上显示出来，就是这些跟 AI 相关的这些股票都大涨哈，涨了很多。那但是我想我们也很清楚了哈，所谓的这个 AI 算力哈。算力其实现在就等于国力了，因为未来很明显，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 AI 的协助，甚至于完全要靠 AI 才能执行。可是这个算力怎么来呢？哈，算力就得靠一个大的资料中心，然后在上面运作大的模型，很棒的模型啊。那中国大陆、美国大家都在发展这个模型。模型在这个大的算力中心算力中心的架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伺服器伺服器里面有很多晶片然后呢才能够让这个可以运作。可是它最底层的，就像黄仁勋先生讲的，它最底层是让这些东西可以运作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能源，有电。对。因为以前我们的对于这个资料中心定义是，你有几个机柜啊，10个、20个、30个、100个，可是现在这些 AI 算力中心的这个这个算法都已经不是这个，而是直接用电力来算。你要像比如说美国他们要做的这样的大的算力中心，都是用 gigawatt， 就是100万千瓦来算的，他要做个10百万千瓦或者20百万千瓦来算的。那台湾呢，我们现在看看，就是之前其实也跟桃园有关系。台电呢，在这个大概可能半年多以前宣布说，在这个桃园以北，只要是5 megawatt 以上的资料中心，我们就考虑，我们就简单说不核工。所以我们所谓的核工就是说我核定供给，所以超过5 megawatt 我就不核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限制这个部分了。对，那不就限制我们 AI 的未来吗？是，所以其实为了这件事情，张市长跟我其实都跟台电抗议过。那这样说，那桃园以北大家就不要设资料中心，那怎么办？那台湾到底要不要 AI 啊？对不对？到底要不要 AI 的算力中心呢？那副长，我是外行人，如果今天桃园以北5 GigaMake 它不能去设这个资料中心，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对整个北部的人影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没有我们自己的算力中心的话，那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我们的 AI 算力来帮忙我们的农业，帮忙我们的交通，帮忙我们的国防，帮忙我们的气候的这个预测，那什么都要靠别人啊。对不对？那我们所有都要跟 Amazon、跟微软去买它的算力吗？那这个都是对台湾最攸关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机柜，我们有最好的晶片，我们有最好的冷却系统。结果搞了半天以后，因为我们没有电，所以我们不能在台湾设立这个大规模的资料中心。这个就是我一直觉得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说你们这个美国不管什么 NVIDIA 这些国，你们的晶片、伺服器都是台湾做的。对不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模型，可是硬体都是我们做的。结果我们自己要把这些硬体组起来，变成一个 AI 算力中心。我们这个财力当然是一个，我想财力应该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没有电呢，对不对？你5 megawatt 的资料中心就说我不核工我不给你电那就完蛋了。那不要说 gigawatt， 我们连个这个100万瓦都已经没办法做到的话，才5 megawatt那20 megawatt 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在100 megawatt 这只不过是起跳的一个基本门槛，那都没有办法做。那我们自己就做了一大堆 AI 算力中心需要的设备，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 AI 算力中心。原因不是没有钱，原因也不是没有地，原因是叫做没有电。那对台湾其实是一个，我认为这个是在未来你需要靠 AI 来指导所有的这些科技。我刚刚讲的交通、气候甚至于这个大的这个运算你要去预测这些事情包括农业，对不对包括水那你要大家来协助，要 AI 来计算这些东西的时候，可是你的这个算力，你的模型操控在别人手上就算了，结果你连硬体都操控在别人手上。所以他现在不是告诉你说，我现在说我告诉我有电。我绝对不承认我没有电的问题，可是你如果需要大型用电的这些设施的时候，我就卡你，我用这个卡你来这个掩饰我没有电的事实。我想台电应该也不会希望卡了，可是它事实上它就是没有电嘛，对不对？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整个桃园以北，桃园现在整个北区最大的电厂就在桃园的观音我们的大潭电厂是世界第1大的天然气发电厂，700多万千瓦，可是再往北呢能够供应我们整个这个大北部。新竹不算整个大北部大概就需要1000万千瓦以上。然后呢，再往北就是林口的烧煤的这个240万千瓦的这个林口火力发电厂，然后就没有了，对，然后就没有了那最后的这个北部呢，还有供应北部电呢，是在花莲的最北端叫做和平电厂，有2部60万千瓦的电厂这个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记不记得，2017年呢，就是这个和平电厂它烧煤，然后呢发电呢，可是它的这个第一根电塔这个电线杆大电塔倒了，因为台风来就倒了，就它的电发不出来那一年呢，所有的这个夏天大概就限电，所以公务员呢这个夏天不能吹冷气，那一年其实非常惨那一年当年我还在这个台大医院里面服务。所以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医院占了一点便宜医院就是算是特别优先给电，但是公务员很惨。总之呢这个整个北部我们的台湾的问题是整体的电因为过去的设计是希望在北部就用核能发电，因为人口密集，因为所以我们有个核4，所以有一个核1，有个核2，有个核4，而且主要是地质也适合，对，万里那个地方 OK， 对，安全然后不怕海啸设计都做得很好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几乎10年的这个能源政策
这样的非核家园把它废除之后呢，所以核一没有了，核二没有了，那核四一直摆着不用封存了。那整个北部地区其实就没有电了。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以后北部我们要设立这个所谓的大型的资料运算中心、大型的资料中心就没有可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所有的运算就是我们讲 AI 就是国力，它也是各个县市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能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个北部不就会有危机吗？对，那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当然我们有一些天然气电厂了，比如这个在桃园就在市区大闹区就有一个桃园有一个发电厂。然后呢，海边有一个这个海湖发电厂但是这个其实发电量都有限那其实他们现在也在更新中，所以未来如果没有电的话，真的就是这个 AI 算力中心是建制不起来的。结果我们这最讽刺的就是，你们美国呢，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算力中心的晶片都是我们做的，伺服器都是我们做的，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算力中心，因为没有电。那没有电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严肃的议题我一直认为这个议题最好不要跟政治、不要跟意识形态扯上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能源。好，那另外就是除了电力本身的量够不够之外，电力的稳定度也非常高。刚刚讲，包括你说台积电是你那个电不可以有任何的误差，不然那个几百个晶片、几万个晶片就会没有了。包括你在未来 AI 的运算里面，你如果中间电力有一些的不稳定或一些闪失的话，那也会造成你整个后面的损害。现在我们不是说电不够，是我们现在的电的稳定度都会被质疑，因为莫名其妙一到夏天就莫名其妙的停电，莫名其妙的降压，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跟您报告一下其实这个我们的电呢现在最充足的时候呢是每天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因为靠着相当大量的太阳光电，可是太阳光电就有一个限制，今天呢突然一大堆，突然下起雨来了，云突然过来了那就它就突然就没有电了。那当初呢，其实我一直反对我们有这么大量当时这个蔡英文政府希望说有20 GW 的太阳能这个发电然后呢有很大量的这个离岸风电，那离岸风电就更可怕因为台湾呢这个缺电的时候最缺电的是夏天但是夏天台湾没有风冬天风很大，可是冬天不太需要那么多电，因为我们在亚热带，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冷的空调，所以冬天比较不需要电。可是离岸风电很大，可是更麻烦的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不稳定，因为这个离岸风电呢，一下风大的时候，它突然很多电冲进来那然后呢太阳光很亮很热的时候，很亮的时候这个早上8点9点太阳光电少。然后到了11点、12点就很多，可是到了4、5点呢就越来越少了。到6点钟以后，没有太阳了，就没有电了。所以这个本身天天都在制造不稳定，有时候有电，有时候没电，有时候风大，有时候太阳没有了，有时候下大雨。总之呢，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对台湾，我们一个相对的一个海岛又有这么多的工业用电，因为我们的电呢，几乎现在大概60%都是工业用电。大家也许想说我们节能你全家人我们所有的这个住宅用电全部通通省下来，也不过省不到20%。所以工业用电呢就占了60%工业用电它就是希望稳定。我尤其是现在半导体是我们的命脉，它就是要无时无刻都在运作，因为这个是能够让它的稼动率最高，它的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做法。它绝对不会希望说白天有电晚上没电的话，或者是这种电变来变去。所以这个稳定的电这件事情，我们不是不喜欢再生能源，不是不喜欢风电，不喜欢太阳能，不稳定。对，但是它不稳定，它的变数太多，我们要花太多力气去处理它的不稳定，那等于是天天就是一个威胁。那这个威胁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业基础，需要这么样大量的电，又要稳定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这种做法，这种策略不好。那虽然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电力是10个锅子5个盖在那边遮来遮去，可不管怎么样，政府都跟我们讲，我们都搞定了我们是至少我们现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量也越来越高我们现在的风力发电也慢慢的来进来我们也进到了一个干净能源虽然大家很多的质疑，至少我的电这几年来也没有出现大的断电是这个在过去如果 AI 没有出现的话如果这个世界还是按照旧的规则在运作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熬过这个能源不够的时间，但是现在 AI 的速度发展的太快了
对不对？这些股票 AI 的股票为什么狂涨？因为他就拼命在盖这个 AI 算力中心。那他们要盖 AI 算力中心，所以我们就拼命出晶片，我们就拼命出伺服器，所以所有跟 AI 相关的股票大家就笑呵呵，对，狂涨。可是他们光是制造这些晶片就要花大量的电，对不对？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晶片、伺服器，那可是我自己手上一个像样的 AI 算力中心都没有。那对台湾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刚刚我说到了，这个 AI 的算力就是国力，对不对？那台风，那台湾希望能够算得更准，对不对？啊，这个军事啊、部署、农业啊、水利、交通，我们希望能够算得更准，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自己手上的一个算力资源。是，副长你讲的，我想到以前有一个诗，就是说，你见到一个城市满街罗衣人，无一养蚕，就是说养蚕的一个小孩子跑到了城市去。然后我养蚕，我种了很多的这个丝绸，丝绸了以后到了城市都是大城市人在用，就这个大城市的人，这个锦楼绸缎，没有一个是我养蚕，那跟台湾一样，我们做了晶片，我们做了最苦、最辛苦的工作，我们最耗能的工作，搞了半天这些晶片，结果都是给美国人用，结果我们想要用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反而没有电力，我就感觉上不就这样吗？对，这个就是老实说，这是非常讽刺的。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自己有这个晶片、伺服器都是我们的，那只要有土地那就把它盖起来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到现在台湾还没有一个真的像样啊？这个我们拿得出来国际级的哈，100 megawatt 或者200 megawatt 以上的，美国要做的是 gigawatt， 叫做100万瓦，我们做的只不过是啊，他们的 gigawatt 叫做100万千瓦的，那我们只不过是这个它的大概可能1%的这个架构，哎，做不出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原因其实限制就是没有电，没有电。好，那另外，您过去曾经非常质疑天然气，是，比如说天然气当时在3阶的时候，我记得您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说光是接运售，好，这个天然气有很多麻烦，它储存的时间很短，它都是要海运，对，然后呢，而且它中间，比如说它中间有一点点那个什么的时间，储存的时间又短，中间有一点点小问题，它就出问题了。那可是台湾就太依赖天然气，我们有50%要依赖天然气。是我居然把台湾等于50%依赖在一个我的能源完全要靠别的国家，而且都是要海运储存时间非常短的一个能源，你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当时听着，然后最近又发生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荷姆斯海峡的事件，那个危机就迫在眼前了，那就真的就发生了。是。这个我跟宝杰兄还有我想可能为了看这个视频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简单说呢我们发电就是靠着能源，靠着烧开水把这个开水烧开了，要用这个水蒸气去推动发电机，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你要用什么东西来烧呢？你可以考虑用核燃料那就是核能电厂。那核燃料呢，你只要运一次，1年半就不用再运了。但是呢，你如果用煤，我们呢可以靠着纯煤把煤放着储存起来，我们台湾的储量大概也可以撑2个月以上。那天然气呢，它也可以存，可是问题是它就需要那个大家看过，好像像鸡蛋一样好大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储槽。那台湾现在天然气呢只能存11天，如果夏天用的多的话，可能只能存7、8天。那意思就是说，你每7、8天就要补一次燃料，每7、8天全台湾每7、8天就要补一次，就要燃料，每次就要燃料你可以想象你在做生意，结果你做生意，你卖小吃、卖牛肉面、卖什么，可是天天都要送煤气桶，天天都要送瓦斯桶，你每天都要换瓦斯桶，甚至一天还要换2次，那多烦呐，对不对？那你难道不希望说，我就买一个燃料，然后1个月、2个月，甚至1年，我都不用换了，我都不用做了？对，那万一你要叫瓦斯桶的时候，那我送瓦斯桶的摩托车翻车了，那怎么办？你就完了。所以天然气的问题不是不好，我们也喜欢天然气它比煤来说没有污染，但是它价格贵，我们自己不产。台湾呢，98%的能源都要靠进口，你可以进口煤，你也可以进口核燃料，你也可以进口油你也可以进口天然气，这都是选择。那你会进口什么？当然你一定会希望进口一个便宜的、稳定的。你不会希望进口一个随时会被人家威胁断货，对，或者不是威胁，它就是会断货，例如波湾战争，或者是贵的，你不会选择贵的，所以天然气，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配比，好像我想在座应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应该很多人都在投资，
你投资你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一只股票上吗？而且是不稳定的，对不对？随时会有危机的。对啊，这个股票呢，它今天涨100%，明天降100%，哈，这个随时上下这个幅度非常大，你敢这样投资吗？不敢吧？你都是第一句话就是分散风险。好，那当然大家在质疑说，包括现在的荷姆斯海峡的风暴，大家会觉得，你现在台湾的天然气都是靠外都要进口，你的储存的时间那么短，那会不会有危机？那我们的经济部长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调度能力很强啊，我们在下个月需要22个 LNG 船，我们已经有20个船，我们已经订到货，所以我可以弄到货啊，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我想部长讲的一部分话是对的哈，的确，我想这个经济部政府这个在调度天然气的来源做了很多努力啊。我们以前呢有从这个卡达来的，这是大宗，然后后来慢慢就做了从马来西亚、从印尼，然后从美国、从俄罗斯、从澳洲，从很多地方增加这个天然气的来源，所以这件事情没错。但是卡达还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事实上，卡达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制造这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这个能量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全世界的天然气里面呢，有超过20%以上都要从这边来，不只是我们，日本也要从中东来，韩国也要从中东来，对不对？那欧洲呢也要有一部分也要从中东来哈。那所以这些天然气的来源呢，我们当然短时间我们可以调度，可是长时间一长。卡达现在这个天然气的设备已经不制造液化天然气了。那现在更惨的是，它制造出来也没用，因为荷姆斯海峡被掐着，对，卡住了。所以你要不工厂不生产，生产了船也运不出来，这个问题呢会非常严重啊。那你可以想象看，本来这个世界的供跟需是平衡的，那突然供给掉了1/5，掉了20%，那剩下那大家就要抢，对不对？所以呢，天然气也许我们短期内可以调度，但是因为买到很贵的，对，那就一定要抢嘛，对不对？人家出这个原来的价格的2倍，那你说我要3倍，那他说4倍，那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有那么多钱，对，可以去抢天然气嘛？那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它的3阶也是个问题。我们讲1阶、2阶、3阶，3阶已经搞得沸沸扬扬了，已经搞得鸡飞狗跳了。那现在要搞4阶、5阶、6阶，我们要7阶，我们要7阶才能够真正供应台湾真正的天然气。你3阶就已经做不下去，你说这个街头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我跟大家稍微再科普一下哈。简单说，这个刚刚宝杰兄讲的这个接哈，其实就是天然气的接收港。接收港因为液化天然气的船进港呢，它的港不是普通的港，不是说高雄港我就开进去，不是这样，它要特别为它做一个接收港。然后呢，它要进港的时候，其实旁边的船都要离得远远的，要风平浪静，因为它载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万一会爆，它不会什么大爆炸，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气体，把它压成气体压成液体，所以它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它进港的时候，旁边船都要离开，然后风浪不能太大否则会有危险，所以都要为它特别去制造一个天然气的接收港。那台湾其实就是地小人稠，我们没那么多地方去做这个接收港，所以这个政府在想的就是3阶，就是在大潭电厂的旁边因为大潭电厂它的这个发电量非常大，700多万千瓦。那目前天然气怎么来呢？就靠了台中还有陆上用这个非常大36英寸的这个大海管在海底送过来。可这个海底的管子因为变数太多了，不太安全，所以就干脆就在旁边直接设一个天然气的接收港让天然气直接运过来，就在那边用。想法是很好，当然这个前面有一些环保生态藻礁的问题，那总之我们要找到这个接收港不容易，然后要扩大，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那个地方大家如果去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3阶这个位置刚好是台湾这个迎向东北风最强的地方，所以这个不是船很不稳吗？对，所以1年365天真正能够接收让船进港的时间。大概至少有差不多75天到80天，船是没办法靠港的，因为风太大了。是，那变成说你365天，你有70-80天船没办法进港，那天然气怎么来？对，这都是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喜欢天然气的一个比较干净的能源那有它的一个限制。可是我们两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如果希望能够储存更多的天然气，那就要更多的天然气的除草。对，可是没那么多电。大家没有人愿意天然气的除草，那太危险了，太危险，大家会怕，对不对？你知道我小时候在八德路有一个大台北瓦斯的那个天然气槽，对，我每次经过那里，我都很担心它会不会爆炸，是，所以没有人会愿意住在那个所谓的天然气槽旁边。对，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当你在选择这个燃料的时候，那你说核燃料，大家都在讲核燃料、核废料，
可是事实上，核燃料、核废料，因为它的体积非常小，大家都不喜欢它，我了解，大家都不喜欢它。可是因为它非常小，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远远的隔离起来，让你都看不见。我相信全台湾现在2340几万人里面呢，大概只有可能千分之0.1。万分之一，甚至于万分之一更少看过什么叫核燃料，我真的没见过，对不对？那这个跟你所谓的核废料、核燃料，其实它最大的好处不是说它好，而是说我可以把它彻底的隔离起来，你不用怕。那不像天然气的除草你就摆在这个市区，对不对？那视觉压迫非常可怕。对，那我们也讲说，我们的能源来吹嘘说，我们能源很多元啊，我们有煤啊，我们有这个风啊，我们有这个光啊，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有煤，刚刚有天然气。可以说我们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要机载的电力，它是一个稳定。比如说像光跟风，它就不是一个机载，不能做机载电力。可是我们的机载电力一个最大的问题都是要靠进口。然后这个进口的外面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只要有点战乱，就会影响到台湾机载电力的这个能源。是这个刚刚宝杰兄所谓的机载电力就是你不管365天，不管你是今天晴天雨天工厂有没有开工，你最少一定要有的那个电，那就叫机载电力。台湾的这个机载电力，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看到？就在春节过年的时候，工厂都休工了，商店都不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的需要的用电大概是2000万千瓦。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机载电力。意思是说，你这个既然365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有这么多电的话，你会怎么发？你当然会用一个最稳定的，对不对？最便宜的来处理这个电。那有时候我的工业量大，我就要稍微多一点；有时候我的工业量少，我就要少一点。那你就可以用那些好调控的来处理。那个反正不管365天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的，我就不用管了，我就用最稳定的、最便宜的，因为它每天都要烧，每一秒都要烧，所以这个就是你刚刚数到的所谓的机载电力。这个什么是最好的机载电力呢？那当然就是最便宜的，没有空污的废料又很少，我又可以把它隔得远远的、看不见的。老实说，我也不喜欢核能。如果有比它更好的东西，我们何必用它呢？对，所以我以前常说，就是我并不崇拜核能，并不是说这个它有多么的美好啊，不是这样，而是台湾地就这么小，谁喜欢家里面旁边盖电厂？谁喜欢家里面旁边放天然气除草？对不对？那我们可是他总是问，那谁喜欢家里面旁边是烧煤的电厂，然后一天到晚制造空气污染？没人喜欢。可是你就要电啊，你就要有东西，要有燃料烧啊。那你只好选一个。真的一定要的话，那就只好大家组合，对不对？有的我选一些便宜的可是如果核能电厂太多，真的能够做到常常有人说，那我合适，那我干脆盖核5、核6、核7、核8好了通通做核能电厂。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盖核能电厂，它得考虑地震，它得考虑海啸，它得考虑很多地质的条件、水温这些问题所以它能盖的，台湾现在能盖核能电厂的，就这些了，就那个地方没有了，就是核1、核2、核3、核4再盖没有了。可是这些地方其实当年也是美国人帮我们选的，他是美国人选的，对，选好了，所以这些地方相对最安全海啸、地震什么地质都选好了而且每一个核1、核2、核3、核4，它都可以再扩充，那目的就是说，你就只有这些地方了，那要不要用随便你。好，那不好意思，你以前反核过吗？我在2017年以前都是反核的，绝对反核的，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说反核，而是认为说。这个核电就是讲不好听，就是当时的执政党搞出来的这些玩意儿。那时候其实把反核跟反威权跟自由民主跟这个希望自由民主通通画上等号了。对不对因为没办法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我这一代的人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对不对？我念大学的前一年中美断交，对不对？我念大学的那一年68年就发生美丽岛事件。所以这个就其实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嘛。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当年长期跑民进党，民进党其实有一个叫做公投，我要公投自决。对，是。可是公投自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我们是不可以针对国家主权做任何的这个挑战的。是。所以那时候其实林义雄很清楚，林义雄一辈子我就是要通过公投建国。可是公投我又不能去公投马上去挑战最敏感的，所以他选来选去。核四变成一个最好的议题，他为什么要核四公投？因为为什么要千里苦心？变成核四是一个等于说民生议题，
它是一个生活的议题，用这个来公投它的那个，所以它慢慢变成了这个民进党的神主牌，不可动摇，它有点变成很诡异的。好，那我要问说，可是现在已经到了 AI 的时代，到了用电量的时代，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就是黄仁勋讲的，你未来一定是要进到了 AI 的时代。你要进到了 AI 的时代，谁有 AI 最强的算力，谁有 AI 最强的能力，谁就能够作为强国。那这个5个层次里面，芯片我们已经非常强了，我们当然也希望去做好的基础设施。可是我刚刚讲的能源层这一块，我们是非常缺的，而且这缺乏非常严重，缺到荒谬到说我们可以做出晶片，我们可以做机柜，我们可以做出资料中心，但台湾就是没有电力可以支撑我们的运算中心。那这个部分，民进党现在开始，我觉得也在改变，是也在改变，开始投说，可以做 XMR， 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型的这个模组化的，对，不管，因为我已经不能自打嘴巴，核四我已经回不来了，我可不可以换个方式？好，现在真的是没有核电，我就不能应付未来的 AI 世界吗？对台湾来说，我想恐怕是，除非大家愿意烧更多的煤，或者是有更多的地方能够来盖这个天然气的储存槽，大家就放在大家反正就会离人越来越近嘛。对不对？那要不然就没有办法烧啊，我们就是需要燃料嘛。简单说，我们需要燃料啊，燃料就这么多种，对不对？那没有燃料的就是再生能源，风很好，可是不稳定；太阳很好，对，我们也希望盖，可是我们能够土地就这么大，对不对？能盖多少呢？真的能够把所有的可以用的地都不管农地不农地，不管好不好用，全部都拿来盖太阳光电板吗？对，它发生的问题，大家已经看到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对。所以它适度的发展没错，对不对？我们不必为了中午很热，所以我再去多盖一个电厂，我多一些太阳光电板，我够把这个中午的热撑过去，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它应该适度的发展。可是全部靠它，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它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电，它不稳定。好，所以对台湾来说，我们如果未来真的还是想要发展 AI， 其实不光是 AI， 而是我们光是要把这些台积电的晶片、封测都能够做起来，对，它就需要大量的电。光是做这个本身，对，你不要说不要说资料中心了，如果加上资料中心，那就不得了了。对，所以这个问题，我想的确这个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吧。就是像大家问说，那我们现在核电已经变这个样子了。核四都已经封存了，甚至核四的燃料棒都已经拿到。这个我跟您报告一下哈 ，SMR 很好，可是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商业运转的这个状况，所以呢，简单说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台湾能够再等10年，等这个 SMR 成功了，商业运转了，然后我把它引进吗？我们现在要解决迫切就是燃眉之急啊！你现在就没有电了。对，我们能够让我们的 AI 算力中心10年后再成立，10年后再来帮台湾算台湾的需要的大气候运算需要的大交通运算，不可能，因为你就落后10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可是现在就没电，对啊，那怎么办呢？对，那这个，所以我想现在可能执政党应该也了解，所以核二大家应该都看到这些消息了这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事情了我觉得。我以前不是政治人物，现在也不是政治人物我只是在做我一些专业的事情。但是呢，过去现在的这些目前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应该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都很了解。但是我觉得那些都过去了。大家如果看到未来，对我们想办法让我们的台湾的能源的韧性真的更强一点，核二、核三赶快让它开始发电。那请我真的在这边再次的呼吁请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花了3000亿。那么多的工程师做出来这个核四，就在那边，从2014年一直封存到这个2024、2025都还在封存的，这个现在都想办法能够保持得很好的这个核四，那是我们其实，这个就在手边的可以用的，它可以发270万千瓦，一个核四厂等于台中火力发电厂的5部机组，不值得大家想一想，我们拿来用吗？半个台中发电厂，对。不值得我们把它拿来用吗？这个地址都是美国的专家们帮我们选的，这个厂里面的设备是日本的专家们帮我们一起做的，日本有一个火力发电这个核能电厂，最近有一部机组刚刚发电，叫做博奇一宇。你说在日本？在日本本土，这是最新因为这个中东危机，因为这些能源的问题，所以他就让他。这个高市早苗首相还有当地的政府就让他毅然重启发电。他的这个核四就是跟这个电厂里面的这些机组一模一样，
就是所谓的先进式的沸水式的这个反应炉。总之，这个都是坦白说，这个我本来也不会啊。人家就说你这个医生你懂什么这其实这是说那个核四的最后一任厂长最后这个封存的厂长汪伯辉厂长教我的啦。我也去看过核四，但是呢，很不幸就是我去参观以后。因为我在这个网络上面拼命宣传说大家应该多去看看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核四到底要不要封存，到底能不能继续保留，能不能为台湾发电，你看了就知道了。但不能进去了。后来就台电就说不行以前都是开放参观的团体报名都可以，但现在就从那个应该是2018年的5月多到6月就封存了，到现在。好，那副长就是门关起来，不是封存，就是门关起来，不让大家参观了。对，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选址就是说，不管你今天在万里，不管你现在这些，都是当时美国人帮我们选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的核电组是跟美国的态度是。你说要再做新的很难，那可是问题好了，我现在要做核二，当核一这太旧了。像这日本的311宫城大地震，它其实基础跟我们核一是一样的，那是非常老的基础，那个水冲来那就会出问题。可是核二、核三也用很久了那核二、核三可以用吗？核二、核三这个我个人的了解了，还有我这些研读的这些资料，我认为就是绝对没问题的。还可以用因为像比如说核三，它才刚刚停下来没多久啊，对不对？那核二也曾经停下来，然后后来又重启啊，也就是在赖清德这个总统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啊，所以这些没有道理不能用。美国的核能机组都让它用到80年了，那我们不过才40岁，80岁的人都还在这边跑得活蹦乱跳，那我们才40岁，怎么会比他差呢？这个不可能。那这个，所以我认为在技术方面的问题，现在应该都还不是问题，不过未来就难说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个政治的影响跟政策的引导之下，这些以前念核工系的人是脸上有光的，像王伯辉厂长那个年代。核工系是全台湾的前几志愿，对比台大电机绝对不会差的，因为政府在支持核电厂，所以每个核电厂的这个精英都送到国外去训练，然后你才有办法来，那个是台湾的命脉，对不对？但是所以大家其实是脸上有光的。那现在呢，政策这样做，念核工系好像是原罪，对不对？你就是被诅咒的。那谁要念核工系？连名字都改了，已经没有核工系了，清大就叫做这个已经名字都改成别的系了那当然这个就很可惜。所以意思是说，最后这些人才都流失了。我们想让核能电厂发电，还有人吗？对，也可能很难做到了，因为核能电厂里面的这些要求非常非常高，因为它不能漏气，它不能漏水。那个大的反应炉有8个足球场大8个足球场8个网球场大的一个核反应炉，很高的这个核反应炉，它里面呢又不能漏气。这么大一个空间是不能漏气的，有8个网球场这么大。对，所以不能漏气的。他们为了让它不能漏气所做的测试，网络上面现在还有 YouTube 的影片。那时候王厂长他们就是因为，王厂长告诉我说，就是因为他们做的太快了，太快以后呢，这个核电厂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发电了。他们的估计当时2014封存之前，大概在1年就可以发电了。当然，它一旦发电以后，那就无法回头了嘛，所以就一定让它不能发电。对，所以绝食就出来了，政治压力就出来了，最后就封存了。坦白说，我个人认为啦，这是对全体台湾人民的不幸。为什么？因为台湾现在呢高龄少子化，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越来越老了，对不对？没有小孩了。那台湾的各种问题这么多，我要发展这个，我要发展那个。光是要让大家愿意生小孩，我们就要花很多力气，对不对？那我们比如说，希望企业界你要对员工好一点啊，对不对？你要让他多放假啊，对不对？大家那个买房子买得起啊，他才敢生小孩啊，否则怎么生呢？这些都需要钱。那我们把钱拿去买风电，买光电，一度电费比买核电贵3块，贵4块。钱就是钱，你要怎么配置？对，你拿去买能源，买电，你就有竞争力了吗？没有，买电只不过是基本嘛。可听您这样讲的话，我会有一个困惑说，那如果是这样，就算我也觉得核能是一个选项，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可是如果再这样子的话，那核能在台湾几乎已经没有空间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但是这个得真的大家要坐下来。我其实常常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可不可以让能源和健保脱离政治的范畴？因为健保每个人都需要。
但是没有办法往好的方向走，这是我从医疗方面来看，对不对？大家明明知道有很多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可是不敢做，因为做了会没票啊，所以就你骂我，我骂你。能源也是一样，台湾哪一个人不需要能源？什么产业不需要能源？未来需不需要能源？这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答案。可是呢，你如果因为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像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是却因为政治的利害、算计。因为你吵我，我吵你，因为我怕我这样讲会没票，你那样说会有票，那我们就对于全体台湾国民来说，我们能够做决定的时间就浪费了。好，那副长，您当然是医疗专业，那你也做过医院的管理阶层，您现在又在政府部门做事，你非常在乎这个资源分配。你说现在台湾我如果是用天然气，我现在用这些能源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能源措施，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浪费，甚至你这个浪费，你说竟然到了5兆元。如果今天的能源不要这样子浪费的话，其实对台湾的社会福利、对台湾的医疗的这个安全、医疗的体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了，比如说如果核1、核2、核3假设核1还 OK 的话核1、核2、核3继续发电加上核4，我们每年可以发600亿度的电，对不对？那一度电，我一度省1块，我就省600亿；一度2块，我就一度省2块，我就省1200亿。所以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钱，每年1年600亿。对，每年一年超过1000亿、2000亿以上。所以25年1年2000亿就是5兆。5兆怎么算来的？就是我本来我维持核能发电，你要继续去做离岸风电、做太阳光电都可以，不冲突嘛。我电不是越多越好吗？对不对？那我便宜的电，我让它每年可以帮我省2000亿。这个2000亿拿来，我花一些钱去做 AI 算力中心，让台积电这个 AI 就可以做得更好，让我们年轻人更容易找到工作让我们的这个教育可以办得更好，道路更好。这个不是把我现在就可以省下来的钱，让这一代的人赶快得到一些幸福。但是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民进党就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核废料放你家吗？因为他们的所有的逻辑就是说，好，没有错，我也知道核能很便宜，我也知道核能的发电效率非常的稳定，我也知道它是非常好的积载能力，可是它的累积成本是非常大，因为你未来要处理这个核废料，甚至它的只要发生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看到车诺比事件，我们看到了311工程大地震，你只要发生任何的事情，那以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岛来讲，它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这个我跟您报告，其实311也好，三里岛事件也好，其实这些原因他们都研究得很清楚了。总之呢，没有完美的能源，我承认没有完美的能源。你要烧油，油就是来源，中一样，它会控制你的油，对不对？油污染非常重，所以我们唯一的这个燃油电厂就是基隆的协和电厂，也不敢再烧油了，马上要结束了。那你烧煤，那煤大家应该不喜欢，没有什么干净的煤。对，它的污染很大这个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其实都非常多，对人体健康非常不好，对不对？来源相对稳定，可以存2个月、3个月，可是它有很多缺点。所以刚刚提到核废料的问题，其实每一种能源都有废料，烧油有废料，那些污染；烧煤有废料，那些空污，对不对？那些这个引发这个可能致癌的各种这些相关的这些污染物。然后呢，烧天然气污染比较少，对不对？可是它很贵。它不稳定，它就只有11天的存量，对不对？那然后中东的运输也是问题，港也是问题。我们有多少个地方可以去建这个天然气的专用接收港呢？再怎么建就那么多了，为什么抗争这么多？因为它一建，大家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对不对？所以，我烧油，我烧煤，我烧天然气，我也可以烧核废料我也可以我也可以用核燃料。核燃料每一个东西它都有所谓的废料，包括天然气都有。只是的这些天然气也好，煤也好，它烧了以后，它就把污染排放到空中。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因为台北附近电厂没有燃煤电厂，可是台中人知不知道呢？台中知道，高雄人知不知道呢？当然知道啊，他就是烧煤啊，他就烧给你看啊。你喜欢吗？没人喜欢。对，我当然不喜欢说核废料放我家，可是这是气话，对不对？核废料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被锁起来。对，他不喜欢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又便宜的方法立刻解决它。可是我把它锁80年，我把它锁100年锁100年，你会浪费很多资源吗？不会，我要找个地方把它存起来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一个大安公园的面积就可以把台湾的核废料统统锁进去。
但是你要多少的空气，多少人的肺才能够处理那些烧煤的、烧油的污染呢？对，这都是选择。所以这些所有的燃料，它都有废料。现在的核废料是不是说我用现在的核电厂的多余空间，我就可以进行储存吗？对，这个当初核2、核3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多，但是核4他当时就把他的所谓的这些用过的核燃料的储存空间全部都放在他的厂区内了。所以核4其实是一个日本人都羡慕，哇，你们怎么设计这么多，设计的这么想到这么多事情啊？但是核2呢，现在我们在中央政府也在考虑重启了。当初他是卡在说，他没有那个室外储存厂，对，但是现在室外储存厂也盖好了，所以就放在外面等着它风干，因为它就是热。所以它要摆在外面。本来呢，它刚刚用完要浸在水里面浸一段时间啊，浸完了这个温度更低了，它就可以拿到外面来让风吹就好了。就这样，你就算站在它旁边，其实它也可以做到完全没有任何辐射外溢。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那你不喜欢核废料，我了解。可是你喜欢燃煤所引发的空污吗？你喜欢它这个燃天然气所引发的空污吗？你也不喜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做选择。另外就是核四在台湾讨论很久，因为我觉得像我担心就是盖停停，一个东西盖停停，我还能够相信它吗？那核四还有任何的机会吗？所以这个其实也很容易讨论嘛，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那就打开来，让真正专业用最严格的眼光来看，它不 OK 嘛？但是你让他从头到尾都不许人家看，这个至少要有个可能性，对吧？对不对？那如果打开来让大家看得清楚，对不对？那任何反核的人，欢迎找到这个反核最厉害的专家们啊，这个核电厂的专家说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通通不可以用。好，那如果真的不好，那就不要用啊，是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叫做我不许你看，你不可以看，它就是不好，它就一定是完蛋，这恐怕说服力不太够了。好，副长，你有一个工作或者你有一个政绩是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你在台大医院的时候，你是最早推低剂量的这个所谓的肺检测。你到了桃园市，你也做了，让很多桃园市人非常的感谢，因为我及早发现，这几年来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而且那个跟我们的空污真的有关系吗？那这个燃煤，我知道，现在我看过一下那个整个的所谓的肺肿瘤，就是肺腺癌的这个，有点可怕，是在中南部很高，而且在高雄的死亡率是最高的。那这跟这些的废气。有人讲说那就是汽车排放了，那有人讲说是空污了，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常常因为医学界常常拿美国的资料，其实就是我们的圣经了，我们都是拿美国的资料、国外的资料，可是台湾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台湾有这么多的宫庙，这么多的婆婆妈妈，3天有三不5时就去拜拜上香，对，龙山寺现在为什么不烧香呢？不烧香，因为 PM2.5很高，龙山寺 PM2.5最高的时候是几千呢。大家觉得那个香烟袅袅、烽火鼎盛香火鼎盛很棒，可是那都是空污。所以台湾这件事情，说香火鼎盛这件事情，别的地方没有。我们的机车超过1000万辆，过去它的环保标准都不够，对不对？机车这么多，就在你旁边。大家在马路上应该也清楚那个空污有多严重，尤其是这些老旧的机车。当然现在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的机车千万辆，我们的香火鼎盛啊，我们的地又小，这个火力发电厂就离你家没有，我们要开发土地就越往那些边的地方去开发，那个地方就是电厂啊，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些电厂就在你家旁边，你没那么大的地，对不对？那你的这个机动车辆的排放啊，加上这些这个香火，还有家里面的油烟，大家就是这个葱爆牛肉啦、爆炒啊，什么这都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台湾过去以这个肺癌来说，我们常常在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年轻女性就是女性的肺癌的比例非常高，她都不抽烟，奇怪了武打家罗曼菲。肺癌死掉的，大溪人，我们桃园之光凤飞飞小姐，她也是肺癌死掉的，那为什么她没抽烟呢？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学者，中研院的学者其实已经做出一些研究了，他发现的确，我们的女性身上的确有一些基因，它对于防腐剂太多的，对于空污它特别脆弱，容易引发突变。那当然，这个后面就会发生肺癌。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你现在看到我们做的这些肺癌筛检的这些工作，成果还
不完全看到，大家可是你只要继续追踪，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肺癌不是昨天才发生的，是过去30年、40年累积下来的，它不是一天就会变成癌症，不是这样。可是你在这个很脏的环境、空污，你吸了很多 PM2.5以后，你慢了10年、15年啊，你就容易得肺癌，加上一些基因的问题，好就容易得肺癌。所以我们等于现在是在把过去累积下来的肺癌，借由这样的方法，赶快拼命挖出来。挖出来的、检查了、做好手术了、都结束了、都解决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什么？再过5到10年，我认为就会看到台湾的肺癌死亡率会大幅下降，因为等于我的债都还清了，对不对？但是我不再欠债了，对啊，我的肺癌的人数，这个真正的国病就会被我消灭，好，那就会被我减少。因为我们看，我们这个是从 AI 开始谈起，可是台湾是一个战争风险很高的地方。战争风险高，您过去在谈的时候，也把我们的能源跟战争的韧性整个结合在一起。那你也提到说，如果按照现在的做法，我们很妙，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战争韧性，我们要强调我们这个战争的一个准备。是。可是我们在强调战争韧性跟战争准备的时候，却让我们的能源安全暴露成一个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对这个我了解这个，因为我们台湾所有的能源几乎都是要靠进口。所以核燃料要进口，煤要进口，天然气要进口，油要进口，都是要去靠进口。可是进口以后，你能够放多久就变成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的敌人想要封锁你，我就要让你饿肚子，让你没有东西可以烧，那我就要跟你撑嘛。看起来中国现在就是用封锁。对啊，他可能用封锁，就好像伊朗在封锁荷姆兹海峡一样。那你能撑多久？我如果我如果都烧天然气，我只能撑11天。我烧煤，我能撑60天，我烧油可能撑2个月，可是我如果烧核燃料的话，我可以撑1年半。所以今天假设台湾四面全部都被人家团团围住，可是我的核1、核2、核3、核44个电厂全部都还在发电，那我还可以撑600亿度电。600亿度电，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说，我们大概一年大概要花3000亿度，所以好。所以1/5的时间你有电，另外4/5你没电，可是其他的状况全部都是没电，因为你都没有燃料了，全部都被人家封锁了。但会讲说你会攻击核电厂啊？攻击核电厂是万国公罪。现在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他也不敢打核电厂，他只有周边设施、周边的接电的地方。对，他也不敢打，因为打核电厂是因为战争的目的后面一定有政治目的，战争不是要让你毁灭。让你这个地方寸草不生，它不是这个目的。你打了核电厂，它就寸草不生了，何必呢？对，战争是要达成政治目的。所以俄国打乌克兰再怎么打，他核电厂他不敢打，对，打了这么久了，他也不敢打，对不对？那以色列也有核电厂啊，那他也不敢打。不要说核电厂，核设施他都不敢打。美国也不敢打伊朗啊，当然伊朗因为他还没做出来，可是伊朗打他也避开这个部分，因为一旦打了。那就是真的那就是血海深仇了，完全无法回复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的面临的这个状况，没有仇恨，没有这么深，对，没有人想要做这种事情。对啊，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的小朋友，你们现在对于能源来讲，他们只担心什么？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网络？会不会影响到我的 AI？你们跟我说，我们年轻人讲说，为什么您作为一个传道者，您本来医院您好好的，您当了副院长，你给院长这个上去，你为什么要去投身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上去？这个到底对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 mission？ 然后这个对台湾来讲，或者对我们的未来世界到底是多重要？因为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台湾现在高龄少子化的问题呢，台湾老实说，真正的好光景，能够还有的好日子，就剩下这个20年到30年。30年以后呢，大家可能不清楚。30年以后，台湾的人口就掉到1700-800万了。我再透露一个可怕的数字：桃园的人口3年内会超过台北。3年内，2028年到2029年，台北市长可能听起来不太高兴，不过这是事实，因为我们的人口在增加，他们的人口在减少嘛，所以台湾高龄少子是我们一个社会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最可怕的危机呢？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这一代的人让我们看得到在座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呢年纪我现在60几岁，可是现在60几岁、50几岁、40几岁、30几岁的人，能够在这个时间不要再想太多未来的事情，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让大家能够保持幸福，保持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手上的钱
要尽可能的善用。所以其实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因为我们的问题这么多，我们的少子化、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这个交通、我们的教育，这些都需要钱。我考虑的只是说，那我钱应该怎么花？我与其去拿去买电，还不如为什么不去来改善我们的教育，改善你们年轻人的这个购屋，对不对？我让每一个年轻人，你都不用担心房子。对不对？这个社宅我拼命盖，或者我就租这些房子，让你能够好好的安居乐业。30岁、28岁就考虑想结婚生子啊，然后让你过好日子，去玩，不要一天到晚把你的积蓄通通拿去买房子，然后被这个房贷压得没力气了，对不对？也不敢买房子啊，也不敢生小孩，那这个对国家来说绝对都是坏事。所以其实我讨论其实只是资源配置。今天如果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把这个资源配置做得更好，我也不要核电了，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仙丹，我就这样做。可是没办法，我们现在就必须在这些我不喜欢的选项里面去选一个。那我也不是都要它，因为我也不可能要它。台湾你想要盖核5、核6、核7也不可能了，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天然的限制，怎么办呢？台湾要不要继续走 AI？ 我们这年轻人要需不需要能够继续发展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交通、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应付气候变迁的韧性，要不要更强？这都需要钱。好。如果没有 AI 时代的来临，可能我们对于现在的能源，我们还可以苟且，我们还可以这样子这头慢慢的过下去。可是我们再来看这张图，这是黄仁勋特别不断在任何场合里面提到，它就是5层蛋糕，最底下的就是能源，你没有底下的能源，你上面的 AI 完全不能建构，所以那个已经不是我们闭着眼睛，我们遮着眼睛鸵鸟我们就可以躲过的，不行。我觉得就像刚刚副长讲的，我们可以自己做晶片，我们可以自己封装，我们可以盖这个所谓的资讯中心，可是呢，我们居然没有电可以帮台湾来盖这个资料中心。我真的就想到我们小时候看那首诗，一个养蚕的人到了城市里面，满街的罗衣人，没有一个是做养蚕的，那种伤痛，我们不希望我们未来的小孩子来感受这样的一个悲哀。那非常谢谢副长参与我们讨论，谢谢。电视看不到的加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